这一次 Google Pixel 9系列，它的镜头变成了这个椭圆形状，真的好可爱哟。然后配上这个粉色，真的是少女心大爆发。没有错，在我手上这一支就是今年全新的 Google Pixel 9 Pro XL。今年的 Pixel 9家族总共出了4支手机，就是 Pixel 9、9 Pro、9 Pro XL 跟9 Pro Fold。那今年这个新增的9 Pro XL， 它其实跟去年的8 Pro 尺寸很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差异。然后尺寸是差不多，这一支是6.7寸，然后这个新的9 Pro XL 它是6.8寸。那比较小尺寸的就是 Pixel 9还有 Pixel 9 Pro， 它们都是6.3寸。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这支 Google Pixel 9 Pro XL 我实际体验下来有怎样的优缺点吧。Pixel 9 Pro 采用雾面玻璃的背盖，还有抛光金属边框，总共有4个颜色，分别是黑米、灰粉。在萤幕部分 ，Pixel 9 Pro 搭配 Super Extra 的萤幕，它的亮度也变得更高，然后在强光之下呢，更看得清楚萤幕。例如说出去旅游啊，户外这一点就蛮重要的。那电池容量也小提升到了5060毫安时。那官方的资料呢，就是你在超省电的模式下，最长可以达到100个小时的续航力哦。那在相机的部分，9 Pro 跟8 Pro 一样都是搭载3颗镜头，其中包含5000万像素的主镜头，还有4800万像素的望远镜头跟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次拍的照片呢，我觉得比较起来，拍人像的时候它的肤色很不错。跟8 Pro 比起来，整体拍人的时候肤色都会偏红一点点，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健康的感觉，但是蛮自然的。然后呢，在暗处拍摄的效果也相当的不错，就是在影片强化器的处理之下呢，这个房间其实是超级暗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影片其实还算是蛮清楚，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那另外呢，在前置镜头部分，这一次升级到4200万像素，然后也有支援自动对焦，就拍起来效果会比之前好很多大家可以看看就实际拍起来的感觉。那这次这个内建的影片强化器，它支援到 8K 解析度的影片哦，也有支援超解析变焦影片，最高可以达20倍的变焦。那在这相机呢，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个一起拍功能，就是它可以透过 AI 的技术，让长镜的人也可以一起入镜。它的方式呢，就是例如说 A 先拍 B， 然后拍完之后它会有一个预览画面，然后就可以让 B 来拍 A， 或者好玩一点，你也可以自己跟自己合照。然后另外呢，这次还有一个 AI 自动构图的新功能，就是它可以用生成的方式自动帮你展图，或者是把图片裁切到一个比较好看的比例，就等于是多一个修图的工具这样子。在图片编辑内也可以选取区域，用 AI 生成不同的效果，像是枫叶啊，或是换街景，还是你要台北街头出现一匹马都可以，还蛮好玩的。那除了照片内生成之外，现在新的 Pixel Studio 还可以玩图片生成，只不过台湾还在测试阶段，就是可以用文字输入来生成你想要的图片或照片，超级好玩的。基本上就是天马行空啊，在手机上也算是非常新奇的功能。那如果大家有在手机上面玩过这种 AI 功能呢，可能会发现你需要等一点时间让它去处理。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在 Pixel 9 Pro 上面体验的这个 AI 功能，就觉得这个处理时间大大缩短了。因为我觉得它这次为了 AI 有特别优化，然后强调它的 AI 晶片，也就是 Google Tensor G4。因为大家也知道，这2年就是手机厂他们的 AI 军备竞赛，大家都想要推自己的 AI 模型，所以 Google 他们呢，其实今年买这个 Pixel 9 Pro 系列，他们是有送1年的那个 Google One AI 进阶版的方案。就大家知道 AI 有分免费版跟进阶版嘛，那里面就是可以使用 Gemini 的进阶版1年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抢先体验到 Gemini Live， 就是它的语音模型。然后还有呢，就是这次 Pixel 很有趣的，就是它的 Gemini 是内建在里面的，就是它现在已经有一个选项可以直接把语音助理换成 Gemini 的语音模型。那 Gemini 这个 AI 其实我在前面几部 AI 的影片也有提到过，就是它其实是我最近的新欢，就是我现在查资料啊或者是文字处理我都是用 Gemini。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2部影片，就是里面有非常多我怎么用 Gemini 的过程。那我原本想说就是手机语音助理的话，它应该是要可以操控手机的一些功能吧，但是我现在使用下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单纯的 Gemini 的语音版。这边呢，我事后才发现 Gemini 手机助理跟 Gemini Live 是2个不同的功能，非常的 confusing。 Gemini Live 纯粹就是聊天用的，它就真的是语音版的 Gemini 而已，但是手机助理就有一些权限，像是设闹钟之类的，但是因为它会讲话，然后声音也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以为它就是 Gemini Live。所以它们的区别就是 Gemini Live 是纯语音连续对话，没有手机权限。那 Gemini 助理有一些手机权限，会显示回复的文字。
但是它的对话是不连续的，所以总体而言是真的蛮混乱的。当然就是现在这个版本只是初代，所以它可能不是完全体。例如说我问他说怎样把你的声音换掉，因为其实这个 Gemini 的声音它是可以换的，但在设定里面找来找去我就觉得有点烦，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说设定要怎样设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知道，他就只是一个文字型 AI 而已。而且呢就是你跟他对话完之后，所有记录其实就是存在 Gemini 网页版一模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好像跟手机并没有太深的整合。再来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的 Gemini 是看不到我的手机画面的，就是我在设定里面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选项，就是允许你的助理可以看到你的荧幕画面，但是我打开之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我问 Gemini 说你可不可以看到我正在看什么东西，它就是不行。例如说我正在阅读一篇文章，然后我就问 Gemini 说你可以帮我做个总结，他就说他看不到。当然如果在手机上面 AI 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也会有点担心说是不是所有的资料都 on device， 或者是你要传到云端去处理，我就会有一点怕怕的。我现在是不知道他们会把这个 AI 跟手机整合到什么程度，但是迟早有一天他们是一定会处理到我们的个资的。所以目前呢，在手机上面的 Gemini 我觉得体验下来跟网页版差不多，我觉得是比较被动式的互动。当然以前语音助理的一些功能它上面还是有啦，例如说帮你设闹钟啊，或者几点提醒你啊，还是告诉你天气什么的。那我唯一体验到比较有感的就是它现在可以透过 Google Workspace 看到我所有的 email， 那我就叫它把我比较重要的信件整理出来，它就有做到这样。然后另外这个 Gemini 它也有跟 Google Map 整合，所以你可以在上面问它最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之类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语音模型它的声音。Hi everyone, I'm Gemini, and it's nice to meet you virtually. I'm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this test, and I hope I can be helpful and informative. 嗨，大家，我是 ChatGPT， 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你们一起聊天。今天我们要做对话测试，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对话体验。因为我最近很常跟 ChatGPT 聊天，然后就有发现说，其实普通人在讲话的时候，很常会有停顿，或者是语助词，或者是啊之类的，然后 ChatGPT 就会模仿，然后就很像真的人在讲话。可是 Gemini 它就没有这些小小的错误，然后听起来就比较像机器人，就是他的回答会太完美，然后就没有人性。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我想不想跟他讲话的意愿，因为他的回答如果很生硬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刺耳，因为我觉得那些停顿或者是语助词就是给我们的脑袋一个小小休息的时间去处理我们所有的对话。但是总体而言呢，我还是非常开心可以在 Pixel 上面看到 Gemini 啊，还有 Gemini 语音助理，毕竟这也才刚开始嘛，所以就非常期待之后有没有比较深度的整合啊之类的。例如说开放一些 Pixel 系统啊，或是功能让 Gemini 自己去操作，这样子以后我们就不用拿着手机，也可以用嘴巴去命令 Gemini 做这个啊做那个之类的。那我们最后呢，来稍微讲一下这一代的售价。Pixel 9的话是26,490元起，9 Pro 的话是33,490元起。那我手上的这支9 Pro XL 的话是39,990元起。那如果是9 Pro Fold 的话是56,990元起。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代 Pixel 9系列表现如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讨论。那我们下部影片